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妮。其实我们讨厌绿茶，本质上是在讨厌什么？我觉得啊，是一种不道德、虚伪，可能还有油腻啦。但反过来想啊，为什么人们总是吃绿茶这一套？必然这一套肯定也有厉害之处嘛。今天我就把这些厉害之处的底层逻辑给大家梳理出来啊，一起研究一下吧。你会惊喜的发现，哦，原来这些还可以帮你和父母沟通、和老板沟通、朋友沟通，并且毫无违和感。好，什么样的聊天形式可以让别人快速的对你产生好感，即便是同性啦，谁愿意和你聊下去？答案就是围绕对方聊天。因为有一个前提啊，就是人的本能都是更关注于自身个体，对自己更感兴趣嘛，喜欢了解有关于自己的事情，没问题吧？那么怎么才叫做围绕对方聊天？比如说啊，我觉得你应该蛮喜欢滑雪的吧？我看你有一整套滑雪装备，能坚持滑7年，那你应该是真的热爱这个运动了。那没有雪滑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单调？你还玩其他的什么东西吗？3D 车哦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玩这个哦。看来你是不怎么怕危险的那种哈。哎，你为什么不玩游戏呢？等等等等，注意啊。这是一整段对话，这和查户口不一样。虽然查户口也是围绕对方在聊天，但查户口是单纯的一问一答啊，这个不一样的。我相信你可以感觉到，这是把一整段的聊天重心放在对方身上。注意，我没有说完全不聊自己啊，而是多聊一些对方，少聊一些自己。举个反例，如果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，那就是我觉得你应该蛮喜欢滑雪的吧？我看你有一整套滑雪装备。接着你说，哦，我没别的，我就喜欢吃，别人也不知道说什么了，这属于强行的偷走了对方的话题，对吧？好，如果要再细致一点，每个人都关心自己，但是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兴趣和热爱，所以上面的结论可以再改一下，就是围绕对方以及对方的兴趣点聊天，这个就非常精准了。心理学家罗维克也说啊，只要你是真心的对别人感兴趣，那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，你所得到的朋友会比希望别人对你感兴趣的人在2年内结识的人还要多，说的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不管用的话，你找他。好了，其实宏观一点看哦，社交里面是存在着一种交互原则的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一个人对我感兴趣，那我也更容易对他产生好感。相反，一个人讨厌我，我也更容易讨厌他。研究发现啊，这是一种维护自身心理平衡的本能，为了就是保证社交关系的合理性和适当性。当别人用友好的姿态来接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产生一种心理压力的，迫使我们对别人也是处友好的状态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心里会感到不安。有没有？而围绕对方以及对方的兴趣点聊天，正好就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嘛，所以对方也更容易用友好的姿态来回应。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懂这些原理啊，但他跟男生聊车、聊游戏、聊历史，反过来和女生聊穿搭、聊美食、聊情感，其实人的本性就是喜欢被关注、被关心嘛。之前有个很火的梗，我搭你的车，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？她好凶哦，不像我，只会心疼哥哥。虽然这话又土又腻啊，但如果意思不变，重新错一下词，看看是什么感觉。坐你的车，其实我还挺紧张的，看你和你女朋友总是吵架。不过你不用担心啦，我肯定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的。怎么样？茶味是更浓了还是更淡了？先不管，我们用同样的逻辑换一个场景再看看。其实让你帮我调数据还挺不好意思的，我看老板也总针对你。不过你不用担心了，我开会的时候肯定会支持你的。我们会发现，其实这2句话是一样的，他们都树立出了某种压力，同时让自己成为了对方的资源。不知道你怎么想啊？也许作为第三方来说，看是会有一些茶味的，但作为当事人来说，听起来应该还是蛮爽的。很多时候，一些人趁虚而入一段感情，都是先把这种压力放大。说你女朋友会生气，好凶，好不讲理，然后把自己放到跟你更亲近的资源的位置上。我就不麻烦，我人好，我只会心疼哥哥。所以不说男生吃不吃绿茶这一套了，我觉得用对了场景，任何人都会吃这一套。好，那我们做个延伸啊，如果你是上面场景里的女朋友啊，绿茶都这么对你男朋友说了，那有没有办法扭转一下局面？其实解法很简单，就是把压力和资源的位置互换一下。你可以说放心啦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我一直说要多帮朋友嘛，以后你需要的话可以尽管开口啊，我们一起送你回家。在这里，对面就成了那个压力来源，成为了添麻烦的人，而你回到了资源的位置上。假设你闺蜜今天穿了一条新裙子，怎么夸才能夸到她心坎上？只说一句啊，真好看，多少有点糊弄的嫌疑啊。那比较好的夸法是这样的：你这个裙子真好看，颜色也很衬你的肤色，还显身材。我怎么觉得效果比卖家秀的好一点呢？OK。
不难啊，但是丰满了很多。这个话术叫 FFC 赞美法则，是梭罗提出的。第一个 F 是 feeling 感受，漂亮、有气质、可爱、性感等等啊。第二个 F 是 fact 事实，裙子好看，具体好在哪里？是显摆还是怎样？通常来说，越具体，对方越会相信我们的赞美是发自真心的。最后的 C 是 compare 对比，有了对比就有了冲击力。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很会的人啊，夸人都是这条话术。比如这样的啊，真羡慕你女朋友，她好幸福哦，能有你这么体贴温柔的对象。我认识的大部分男生可比你差远了。只是注意啊，这个对比的参照物也要选好。如果一个男生夸女朋友啊，你穿这条裙子比我前任那好看多了，腿都要给打断了。说完赞美，我们再来说反对啊。如果你不同意对方的观点，或者要拒绝对方的要求，怎么表达会比较舒服？有一个方法叫做 yes and。是的，而且这是即兴话剧里面的一种玩法啊。你的搭档不管给你抛过来多么离谱的剧情，你都要先承认他的话，再说其他的啊。比如你说2050年我们要移民火星了，我不能说不，我们不会移民火星，我得说是啊。不到站票我能买得起不？人们就发现了，原来聊天的时候表达反对意见也可以这样，不管觉得对方多么不可理喻，你都可以先给他一个 yes， 然后再说你自己的观点。比如父母说你该结婚了，逼着你去相亲，怎么回答比较好？是的，你们说的有道理，我确实年纪不小，主要是我现在一个人过得也还不错，没有准备好结婚。这样吧，我先尝试调整一下状态，多认识一点人，实在不行你们就帮我安排相亲。怎么样？好，再假如对象说觉得你的朋友们不咋地，怎么回答？那就是没错，你说的也是，有时候我也觉得他们太不上进了。主要是啊，人越大就越没朋友，我真的怕如果我失去他们，我就真的没有朋友了。这句话是我大学时候的女朋友对我说过的原话，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啊，如果他一个朋友都没有，那他好可怜啊！我不应该让他这样受委屈。OK， 你会发现这个逻辑的关键在于 yes 后面跟的是 and， 而不是 but。不要用但是这样的转折词，因为转折词会迅速的提高对方的警惕，去呈现出一种对抗的状态。and 的精髓是不具有攻击性的，你没有站在对方的对立面，你只是提出你的想法。再婆骂一句啊，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无条件的同意别人说的每一句话，而是这个 yes 的逻辑可以提醒我们去尊重别人表达、别人创造出来的东西。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，真的可以尝试一下，看看对比嘛。如何引导别人对你付出，还心甘情愿？先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场景，你在一辆拥挤的火车上说麻烦让一让，别人未必理你。但如果你手里拿着一瓶开水，说麻烦让一让，小心烫到哦，别人一定分分钟给你让开一条路。人性利己，想让别人为你付出，其实就要表现出为对方考虑，把对方的利益和你拉到同一边，让他觉得为你付出也是利己的一种方式。就像给你让路等于保护他自己不被烫伤。再说，为什么老板不愿意给我们涨工资？因为涨工资只对我们个人有好处，老板多一笔支出，他肯定不愿意。但如果你说我家人一直想让我回老家，觉得我现在工作太辛苦了，老板您要是愿意给我涨点工资，他们多半也就不唠叨我了，我也能加班多做几个项目出来。这就是把利益绑定到一起，涨工资等于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，是吧？答应你的概率自然就更大。所以逻辑其实是很简单的，就是你希望对方为你做什么事情，而做这些事情客观上对他有什么好处，然后大胆的说出来就可以了。其实综合5点下来，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性，就是总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。虽然本质上也是利己啊，但是这种说话的感觉同时又在利他，这才是核心中的核心啊。所以你说对面能不舒服吗？当然我知道肯定有同学会说，哇，这么说话多累呀。是，你会这么想，是因为人际交往对你来说不是一种生产力，它不直接产生价值，或者产生的比较少吧。但是对于有些人，人际关系就是生产力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，对吧？好的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啊，希望对大家来说有帮助啊，谢谢大家。